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伊克活泉独家冠名播出，伊克活泉伊利集团荣誉出品。本节目由配对才够味的银鹭花生牛奶首席特约播出。这啥意思？他被人求过婚，应该是结过婚吧？如果真在意，我就去问去。哇！喂，干嘛？这么巧？我看完了。然后呢？你是要跟我说什么？就坐这吧。哎呦，整的这么正式。我都怕没有礼貌。我看了，先说信吧，我们从轻松的开始说。我看了信，然后看完信之后就往上走了。往上走，我以为是什么也是什么信之类的，结果是物品。然后你再结合起来。我想问，是一个原生家庭吗？什么？因为原生家庭？就是你会放这个原因，跟那天会这么讲的原因是放这个是因为自己的经历。我猜到了。冲击力有点大。不是冲击力倒还好，因为我猜到，我能猜到。什么时候猜到的？就是你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可能。你对于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每个阶段状态不一样，然后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也是啦。比较近期的想法就是觉得，还是应该先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然后享受一下爱情。但是我觉得，婚姻我还要自己再想想清楚。然后，我反而会觉得还是一样的想法。做朋友来说，它其实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如果是要走向感情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提前说出来，然后让对方先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先确认看法的。就是如果对方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他会觉得有介意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影响我的判断。我觉得那就 OK， 那你对方介意就是对方的事情，那我就这个代表我碎片的东西放在这个位置是合适的。就是想开启的人，他可能就是能看到。然后不想开启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别人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反正你不用担心我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就是我自己对感情的看法和对婚姻的看法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所改变。我自己还很坦荡，真不错。其实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想看一看自己的感情有没有新的发现，然后其实另外一个目的，我就是很想跟我一样情况的人，就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好。
很多很多的跟我一样情况的女生，她们会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变得没有自信。希望我来这个节目，我的一些能量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不管我们的年纪有多大，或者是我们经历过婚姻，它都是一个经历而已，然后它不影响我们去迎接我们新的感情和新的人生。我太喜欢冯宇了，而且我喜欢他的坦荡和积极。就坐这吧，找一个最漂亮的地方给你。我们俩都挺复杂的。背后。你复杂的点是什么？是需要我开完才能知道是吗？复杂点很多，我反而觉得，其实开完信之后，我反而比较担心我自己。担心自己什么？我担心我自己，我担心我自己胆怯。当你很喜欢，当你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当你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你会想的负面的东西会更多，而这个负面的东西是我怕我会影响你。我没有那么容易影响。所以你说婚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挺理解的，特别理解。有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经历的，但是我在旁边看着我家人经历了。但是其实我虽然经历过婚姻，可是我经历过的婚姻对我的影响是好的。虽然他没有就是走到最终点，可是也是一段很好啊。其实我现在就直接跟你讲，其实有没有婚姻对我来说都没有我都不在意了。啊，因为反正都是过去式嘛，就像分手一样嘛，就是他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点的分手，对吗？就只是这样而已。或者你不是说就孩子那有可能有另外的脾气？那我是有孩子。啊，几岁啊4岁。他的这种紧张、思考很真实。我觉得他很真诚啊。如果盲目的接受，我觉得那才是不真诚。那我觉得也是。不要再回想。小事。我是比较，我没有那么就是我一点都不传统。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我感觉好就好。这说这个太加分了，这个加分。至少我是单身，你是单身，这样就好了。这是最原则嘛，剩下从原则之后再讨论嘛。对，就等着看了。对吧？有思考过程这件事是很正常的。一听到那无所谓啊，一点都不过脑子的这种太油腻了。行不？行。小姐，这能处不？这兄弟，行啊。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因为他对于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很轻的事情嘛，你只要说到做到，就比什么都重要。他说这句话分量很重。对，你这样的话，我也基本能了解他那个花花每次给他写信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了。他没有像很多女孩那个说了很多，表达很多，你知道吗？是吧？他一看就是经历过什么的人，内心可能很波澜，但是语言文字上其实很简洁，是吧？他更希望
是慢慢流淌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也是觉得，这21天它毕竟很短，对，然后能暴露的问题也有限，然后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在这21天能够确认的就只是心意而已，然后更多的细节，包括更深的一些相处的东西，包括更远的计划呀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在以后才可以慢慢去发现它合不合适的。对，我觉得在这21天，我们只要开心，然后确定心意就可以，其他的就边相处边看。我喜欢这样的态度。说对，是的。有没有今天起不要去跑山？中午约了同学。啊，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谈话多有效。其实我表达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心情很复杂。很复杂。第一个是因为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情况，对，然后再就是我要怎么让你更舒服？想不到吗？我以为这没有，个年纪，我以为我这么漂亮，这么优秀，怎么可能？对不对？怎么可能留到现在？不是我，你仔细动脑子想一想，是不是很慌呀，孩子？我没有很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人家第一次，好不好？你知道，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其实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是啊，我真的觉得很正常啊。就是我看到你，我只想跟你说挺好的，然后给你一个拥抱，就这样而已。本来我在楼上是这么想的。晚安。抱一下嘛，抱一下呀。其实可以给一个大大的熊抱啊。是的呢。完了。Giving it more time to see if it was all just in my mind. Maybe I was wrong. Maybe it was meant to be you all along. Maybe I was so afraid. 他其实一直在试图在安慰我，但其实我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接收和一个人更多的共鸣，和一个人更多的相同的价值观啊，然后或者是感情观的共鸣，但是好像没有聊得很深入，不仅仅是表面的说我 OK， 那我为什么 OK？ 其实我有在想说，我们的交流是停留在这个层次，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还是说以后常规我们都会要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能来参加这个节目太好了。是的，不光是有过之前的婚姻状态，而且是一位妈妈，然后她愿意自己做这样的唤醒，来证明自己可以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用所有的积极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以往，不是在抱怨说啊我的那，她一直在说我的婚姻带给我的都是积极的。哇，我太喜欢冯宇，早说呀，他应该来这个节目了。早说，我认真的，他应该早说，就是怎么也不合适。第一期上来之后就说我有个孩子也不合适啊，是，哎呀，说的这个位置非常合适啊，而且我喜欢他的坦荡和积极，
而且现在离婚的人其实越来越多，去年离婚人群有213.9万，然后前年的时候应该更高一些。那这么多人里边，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离异带孩子的。其实我遇到很多离异的人群，他们最害怕就是进入下一段感情，他们对人有很多的偏见或者认知，他们害怕再次走进婚姻特别难，或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所以不敢，真的是很多人不敢。其实那个小鹏老师有一种提法叫异样眼光嘛。异样眼光来自于可能别人对他来讲会，哎，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说重了话也不对，我说轻了可能也不对，我很别扭，我不知道怎么相处，所以这是一种异样眼光。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异样眼光，就是别人对他挑剔嫌弃，还有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异样眼光，很难。你给自己打了差评过后，你无法重获自己想要的心声。各位请注意，今天离过婚、有孩子这6个字仅仅是一种状态描述而已。是的，它并不代表任何的评价体系。你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男性或者是独立的女性，你仍然有重新去开始一段爱的机会。冯宇来太好了，对。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们要重新开始一段是会有一些难度的。肯定会有难度。我们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建议就是挑战自己对自己的不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先去挑战新的工作。好多全职妈妈的确现在离异过后就是成了单身妈妈，她必须得给孩子和给自己做榜样，就得挑战工作，去努力工作，全新的工作。第二个，尝试突破自己的圈层。我以前可能生活当中接触不到人，我这次就来了，我挑战一下我的圈层，特别好。对，这个是特别好的。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挑战是挑战自己对自己的不可能。很多人不敢恋爱，或者没有办法进入恋爱，就是给自己设限了。我做不到，我可能得不到，别设限。对于凯凯来说，如果他要想往前走，他需要让冯宇信任。这种信任就是让冯宇有足够的确信，说你真的想和我交往。She's more than perfect, she's not the type to go play a part. I could take all of my time just trying to describe,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就这些天有点失落吧，我去长沙的机会也蛮多的，下了飞机给你打电话。那就等一等吧。嗯，好。就是说状态不对，这不是应该有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呢，我能做的也就是主动一点，然后细心一点，勇敢一点，我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几点下来呀？你终于对了，早起些。朋友，好吧，先煮个粥吧，放点1克活泉，还得是天然矿泉水，好水煮好粥啊。玲玲呢？9点多出的门吧。我感觉早上碰见她一回特别难。蛋炒饭，流口水了。
哇，天哪，怎么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这个事情呢？努力会有回音吧。咋呀？哇，你怎么起那么早啊？今天？对啊。吃早餐吗？好，我把饭给你热了。炒饭可以吗？可以，谢谢。谢啥？你跟他说呀。对呀，说呀，对呀，给你做早饭来了。不想给对方压力吗？但你做了，不说的话，对方也知道，压力更大。一会儿吃多少你自己称啊。哦，好，谢谢。你今天要出去吗？我10点必须要走，我现在有点。我给你弄蜂蜜，你去吃。没事没事，我吃过了，我弄好了。你去吃饭去，我来弄就行。我去弄吧。我特别害怕有人再下来打搅和呢。吃吧。盛米饭吧。好，谢谢。这有粥，还有粥，我再给你拿一碗粥。不用了，不用吗？我就吃这个吧。10点必须出门。远吗？陪你吃个饭，出门我也就上去收拾收拾换件衣服。今天好热，连云彩都没有。连云彩都没有。你见着这个点吗？你天天都是9点多。我9点。完10点前你肯定走了，一般的。也没有，昨天9点半下来的吧？我每天都是10点或者9点半的闹铃。但是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响了以后，思雨有听见，然后我一看，没事，你就收拾嘛，没关系的。他不停的在开启新话题，没有一个聊下去。我吃完了。下车吧，你还要上去收拾一下。没事，我洗了吧，我也就1个碗。你给我就完了，我穿着围裙呢，你就一起了。没事，我洗了吧。放这儿。没事，光速洗一下。我来弄吧，我已经沾了手了。累，应该洗干净。那我先上去了。上去吧。谢谢。哪那么多谢谢呢？谢谢你的早餐。哪那么多谢谢？玲玲所有动作都是在拒绝啊。我觉得是玲玲压力太大了。哎呀。Two of us deep in the ocean, bubble love. We got our devotion. You pulled me in so fast, you caught my breath, and long gone winter waves are our own craze. 嗨，家里有人吗？显然是没有。好吧。哇，一共10个座位。哦，真的。看一下，是有男生，新来的，又来了。测得太快了。餐单兴趣值，紫色，哇，他喜欢吃川香风味，无肉不欢。户外运动，
可以听语音吗？听一下。大家好，我叫张恒，唱歌、跳舞、画画、写作我都不会，我是个运动 boy， 很开心与你们认识。这学播音主持的吗？等一下。大家好，我叫张恒，张恒，唱歌、跳舞、画画、写作我都不会，我是个运动 boy， 很开心与你们认识。听这声不像个成熟 boy， 这感觉跟凯凯应该算是一挂。好的，很开心与你认识，期待你来小屋。好吧，期待与你相见。这市场我好想看，还是等他们一起吧，去收拾一下。张恒。Hello， 哇，每次晚上回来，哎，什么东西啊？哦，又来了一个男生。哦，好了好了，好巧好巧。来人了。啊？我这什么？还有。哇，他是给女生们准备了东西哎。你看这个，你就能看出了每个人的细致和观察力。是的，他睡哪里？我好关心这个问题啊。Oh my god！ 天际远方，烟火越来。人呢？哎，我菜的距离，我会比心呀。Oh my god! Oh my god! 天哪 ！Hello。哎，你今天怎么早？对呀，今天下班早。有男嘉宾哦。又有男嘉宾啊？估计是吧，全部都是女生的东西，不关我们的事。真的？哦，应该都是一样的。是吃的吗？啊，回来啦！回来啦！那边有准备你吃的。好呢，我先上去拿拖鞋。是有什么事儿吗？今天？你看看你就知道了。花花是从外边跑进来的。是有什么事儿吗？新来了呀，看桌面上。快上去收拾下，补个妆，我已经妆全花掉了。哎，来人了！电话。我来接。你不能接，让他接。怎么按呢？你就直接接起来呗。喂，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一个神秘人。我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很难去真的爱上一个人。我希望在这个节目上碰到那个有缘的人吧，让我重拾恋爱的感觉。哦，自己做的。那你们先好好吃，然后也可以先了解一下我。
快我们就会见面。好的，啊拜好的，拜拜，拜拜。哎，我话痨绝了。他说了点什么？没听清。他说让我们先吃，先了解他，他很快就会见到我们。哦，反正也没有男生的份意思。哎呀，那那个位置也要放个碗。对啊。哎，我上去一下就下来。凯哥做饭呀，凯哥，没有男生吃的东西。不想吃东西，没心情。话怎么怪怪的？对他可能是有压力了吧？好过分啊！来了吗？齐装。哦，还真是哇！哎，hello，哎 ，hello，哇，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张恒。Hello，我换个鞋啊。有鞋吗？他哦有。哎，hello， Hello， 来了。Hello， 你好，你好。哎，hello， 下楼了。好了，来了。都是你做的吗？都是我做的，为你们做的。哦，真的啊？对。打开吧，打开吧。哇，这是惠灵顿吗？介绍一下吗？好呀，好呀。那我一道一道来吗？哎，hello，哎，你好，新朋友，张恒。啊，你好，笑脸啊。你们要煮点粉吃，因为是5个。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菜单，因为这是精心为你们定制了一个名字，你们可以看一下。哦，谢谢。哪里有菜名啊？这边果然是你。哦，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啊。果然是你，是因为我从你的这个就恋爱报告，然后我了解到你比较喜欢轻食，然后也是比较喜欢运动，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沙拉，比较适合我们爱运动的人。然后这道菜是因为我了解到你比较喜欢辣的，我就做了一个辣蟹给你，因为我觉得能一起吃辣是个非常开心、非常欢喜的一件事儿。辣么欢喜，谢谢您。谢谢您。牛排是多肉多哈，是因为我对于你的这个语音非常有印象，所以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牛排给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放心吃，因为牛肉也不长肉嘛，你开心的吃肉。好，谢谢。肉串的话，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是挺有缘分的，然后我就相当于这个小屋就相当于一个签子一样，然后把我们串联在一起。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起了这个名字，但是呢，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签是不是和你的自画像上的那个小桃心脸是一样的。哦。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这样的话你入口的话也会比较容易。最后一道菜是那个鱼，在这个小屋遇到大家，就是非常开心，然后用这个谐音，取了这个名字，遇到你。不是这一段为啥让这些男生下来都站旁边听着呢？看看你的表演。现在是不是有点凉了？有点凉，我去热一下。
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些，因为男生我还没来得及准备，我要不然先去厨房给你们做一点。没事，不用，没关系。厨房这块我承包很久了，是吗？哎呀，占地盘了。哎呀，合胃口吗？够不够辣？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辣。是你的语音里面好像是叫张恒是吗？对，张恒。那我先做这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张恒，很开心认识大家。欢迎。我叫刘明凯，凯。孝良，陈孝良，孝顺的孝，善良的良。哦，孝良。我叫李俊良，可以叫我 Jasper， 然后东北人。哦 ，OK。我叫郭西玉，你叫我 CO 就好。你好，草字头一个加贝贝。哦 ，Hello。花花。77。对，00，数字0123的0。哦，00。玉米，金字旁一个玉米的玉，然后是晶莹剔透的莹。好，我得慢慢记啊。对，慢慢记，慢慢来，没事。你觉得他们几岁？来了，一下上来就是送命题。你这是上来让我得罪人啊？挑事儿，都00后。不行，对呀，还不能这么回答。你不要听他们欺负你，我们就只有最基本的规矩，就是来这先做3天饭，然后打扫3天卫生，对，然后其他都没有什么，你别听他们瞎说。这么严格啊？来，先吃吧。速冻水饺，这算不算干片汤事儿？说片汤当然算了。不让。谢谢。可以了，可以了。就是我们不是都介绍完名字了吗？然后你的职业，市场的策划不是，运营商，可以，差不多接近。咱们不是一向猜不出来就猜老板吗？对，老板。我不是老板，所以是什么？我做地产运营，商业地产。啊。然后另一方面也做一些金融投资。我现在北京。我们又多了一个北京的朋友。你哪个区的？朝阳。哦。回头把椅子并过来吧，要不然老向老板开会。变成有点像相亲。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哈，已经过半了。没有，小屋的入住时间已经过半了。明白。要写信了吧？这是，俊良。啊，这多了个太阳约会是吧？对。太阳约会，专属男生的太阳约会来喽！男生们需要在黑板上公布想要约会的女生，其他成员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嚯！若加入，可在约会名单后画一个太阳。这是在第2季我们就开始打开的太阳约会。哇，这么刺激！对，公布想要约会的女生，其他成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哇！截止到本周5，我发起方与加入方都可以有一次修改的机会。我先写了吧，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么简单，我换一支蓝色的，反正有人打了样了，就先约呗。贝贝啊，贝贝肯定是贝贝啊。
哇，专门画的花。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又要进入到今天的一刻活泉爱情线索活力追踪了。还是老规则，5位嘉宾组成2支战队，分别推理出我们的嘉宾到底会给谁写信。猜对最多的队伍将每人获得一份活力之源，倒入一刻活泉火山杯中，象征为爱情注入能量。12期节目之后，杯中活力之源累积最多的人将会获得一刻活泉提供的神秘大奖。目前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刻活泉的数量：秦霄贤先生2颗，沙老4颗，我3颗，周杰琼2颗，蒋敦豪老师3颗。沙老，咱俩一波吗？我要跟蒋老师，蒋老师直觉，我想想，那我也跟蒋老师。那有了，咱仨。咱俩这次得绑了吧？咱们俩这回就赢回来。这个啊，对，这个没问题，互选。他俩互投，跟上次一样啊。可以啊 ，OK 啊。我觉得他会选他哎。对，我为什么问坐他对面？我觉得会选他。小姐，相信你。哎，我不想了，你俩研究吧，我尊重你俩。脑仁都疼，我玩点吓人的。发现现在不好弄啊，现在真的不好选。其实我的第一直觉是他俩。好，那你俩来，对吧？行啊，赢了，来吧，朋友们，请举起你们手中的答题板。这么顺利吗？都互选吗？张恒投了00，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后来为什么改了呢？你就这么玩，如果你们队输，让他给你一个。行，没问题。周杰琼这种玩法狠啊！如果赢了，能从公杯里面拿。对呀。如果输了，能从伙伴那儿抠。对呀。稳赚不赔，王者。高级玩法。来，下面进入一刻活泉恋爱走向揭秘一刻。我觉得新来的朋友，所以我就其实蛮想写一封信，然后去表达。对于初印象来说，非常好的人，但是因为卡在昨天晚上，我觉得刘明凯有给我信心，我觉得需要给人先回应一下。谢谢。所以他给凯凯，谢谢你昨晚的勇气。琪琪不一定给军良写吧，我就这么说。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了。快过半的时间，应该不会乱写了。忘了今天是第几天了，反正正式说一声，很高兴遇见你。你00是给的张恒是吧？不是。哎，拿回来。你为什么？完了！咱也错了吧？咱也错了。给了。 See you。
这个咱们都错了啊，但是你们现在1比0。See you tomorrow。咱们错了哦，他给俊良了。就是那2封信，我看真的挺不是滋味的，所以我今天也给他写信了。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他沟通，或者是怎么，反正我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如果他需要当面沟通的话，我很愿意跟他当面沟通。昨天看了你的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觉得我有些地方处理的不好，我想有些事儿是不是可以当面的沟通一下，很直白，很直接。对，这一笔咱忘了。对，这个忘了，这个忘了。我没忘，我想着呢。但你这边你做不了主啊。这个不用考虑吧 ？CEO 肯定还是给贝贝吧？嗯。想把过去的日子拿出来和你一一分享。同样，我也想了解你的所有，这样我才能全方位的照顾你，保护你，对吧？你们选的俊良给谁？77，咱们一样。77，又是忙碌的一天，希望明天能够扫空一切的疲惫。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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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乘2。凯哥，凯哥不用说。我太会画画。哇，这画的这。这赛点了，咱们选的是给00。莹莹吧，肯定是莹莹。00，你的庄严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希望可以更多的了解。哎，那咱输也真的不代表能力，双眼咱们确实没注意到。他们上面我都已经觉得不重要了，能把张恒投对我就很开心了。啊，反正现在1比1打平了。对，好嘞，来。哇哦！他发现00多了1封信是吗？对，那个谁，张恒给的吗？哇，刚好可以看线。哎，所以我们最后就打平了，对不对？对的。对。啊，一个快乐的结局。对。共祝我们的分析能力居然都和秦霄贤同步了啊！真的是开心的事情啊！这事这么开心吗？因为你刚才的这个选择，张恒的这个决胜嘛，是不是啊？吓死我了都！活力之源，每家一人来一颗，一人来一颗，都有。刚刚咱俩一对，咱俩就赢了，知道吗？赢的体悟，不费吹灰之力，赢的让对方片甲不留。哎，对，是这个意思。对方体无完肤。对。
哦，我想看信，我不行，我憋不住了。你10几封了？我要看信，我14个，你数啊。不，我给你数数，够了我再给你。我是监督的。我不行，我忍不了。2、3、4、5、6、7，没有人投了。我要去那个房间看个信了啊，好紧张啊！超好玩。你回个头。黑夜烟花。又拍下来，每次都拍照留念。都在撕毛肚。女孩子。这是很早以前的，还在说明天希望遇到让你开心的剧本。约会之前啊，他更想看到约会之后的信。嗯，对，这样。第2次看信有点失落，其实我很期待看信，就这些天我一直，我第6感一直在报警，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我去按着时间线看信。从约会日以后，他的心态会有一些变化。我之前在信里有提到，我说他写信的这个仪式感会让我觉得很好吗？然后自从约会日以后，就仪式感都没有了，就展信佳，每天分享一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温柔，温柔应该有一句歌词是：明明是想靠近，却还是孤单到黎明。你的眼中穿着是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我把饭给你热了，炒饭可以吗？可以，谢谢。谢啥？但是他又给他分享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很温馨的一首歌哎。好难摸透啊，这个。不知道，可能是我特别敏感，就往往在这种阶段，我极其敏感。对，写的是多了，但是并没有他想要的与爱有关的。他可能期待的是真实有内容的实质性的反馈。那个你好像今天又可以看了啊？真的？那我拿了。Well, the smoke just settled down when you appeared, and your face,
It made my vision crystal clear. 这就是约会当天写的那封信。美好的生活需要慢慢发酵。Now there's somewhere else I've gotta be. Well, even if I met you in another life, still feel like I would end up with you. You've got this kind of energy that makes me smile. 在知道了月亮约会之后，希望你的月亮约会可以约我。憋了个问题要问你。来小屋一半的时间了，下半场我可以更勇敢、细心一点，也希望看到更多面的你。你不要再老跟他说你会更努力了，那样他会吓坏的。对，应该更放松一点，我觉得是吧？就之前的他还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还真的是小顽皮呢，现在变成一个小谨慎了。今晚你的双眼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希望可以更多了解。我们现在猜一下他看谁的恋爱碎片。我们这块又有微博惩罚的互动，节目播出当天，推断正确的人发微博，其他人必须取夸赞。好。来，你觉得他看谁的恋爱碎片？我觉得张恒吧。张恒，沙老，张恒，为了一双眼睛 ，CU 吧，我觉得他会选 CU。3个人猜张恒。只有蒋老师猜是 CU， 来，CD 有一点年代哦。啊，好的，我明白了。哎呦，你有点忙啊，那天得到各个人微博下面，文案要不一样，要走心。我的要求就是我这里面得有潜水员，道具啊，潜水员。我这儿需要一双什么眼睛？对，好，这样带磁带。带磁带，我这比歌词难写多了。为什么会选择去4楼看张恒的记忆碎片？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个聊天的话题，所以我就打开了新来的这位朋友。这位老哥，这怎么看？没人给他写信啊？哦，没法写。
我没有收到信，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然后接下来我可能会用在其他方面去展现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魅力吧。你打算填谁上面？约会吗？对啊。不知道，没想好，没有就先空着。但弟弟，我个人希望你邀请他。为什么？因为我希望你把他聊清楚。我觉得凯是个好朋友。是你觉得一直就是造成3个人吗？但是这跟3个人没有关系。按我是中间的立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像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了，你总不觉得弄明白是比较痛快一点吗？我直接跟你讲，在5年之后 ，maybe 你可能想到这件事情之后，你可能会希望知道那个答案。我个人是希望你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这个东西解决了不解决了就为什么不解决？就为什么没有必要？我的坏就是这么无所谓吗？很多事情其实是背后才知道，但是你连背后都不愿意去看，你要自己去问他为什么，而不是自己去想。说得很对，凯凯说这些话的背后有光吗？他说他要让他去约贝贝是吧？是。钱小贤，刚才凯说的这句话你同意吧？同意。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主动去问？不会。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不会，但我还在学习。你觉得你这个星期的收获是什么吧？其实，在 Jasper 身上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如果不走出这一步来，他们可能永远都说不明白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还是要勇敢一点，然后有什么想法说出来，要比憋在心里好很多。我们在过半的赛程里，其实萧贤的变化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最初的时候，钱小贤就是听不懂、不参与、不想。怎么又到我了？我想不出来的啦！我不太理解这个事。我一定不会上去。我没懂，啥意思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所有人彼此都是要唤醒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这期很刺激，因为今天全是新的变量。但是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去看到变量以后抓住变量。刚才其实凯凯在跟俊良在聊的时候，我会发现俊良身上有现在很多年轻人身上所有的一个特征，我们把它叫做黑凤梨恐惧症之拧巴终结型。你看第一天他刚看到 CEO 他们俩约完会，他还能在他们面前晃来晃去，后来他干脆不出现了。所以这种越拧巴他越不敢去，而且他思维当中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局限，他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我已经输掉了就要回退。对，在说到爱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老说要迎接新的变化，要拥抱变化，而不是回避变化，因为面对变化体现出来了一个人的智商、情商，一个人处理各种各样关系的能力，这就是唤醒。当有变化的时候不害怕，当有未知的时候不恐惧，当有不确定的时候不含糊不犹疑。感谢各位本周的关注，希望下周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本节目由喜欢你每一刻的伊克活泉独家冠名播出，伊克活泉伊利集团荣誉出品。这里是喜欢你我也是唤醒剂，感谢各位，下周见。近一点。哼，你给我个梯子算了。投进了你才可以回去吃饭。你能回得去吗？蜂蜜，然后勺子，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小的杯子。谢谢。我这又拿又吃的。哎，其实周五我可以去接你，这样的话刚好我们可以一起回来，然后吃饭聊天。你希望我周五不要加班吗？这有点坡度啊！
张恒，哇，他是全场最好看的，哇，厉害的厉害的。你这贴太大票了吧？这样太好吃。还不是都一样，我真服你俩。嗨 ，Hello， 没想到吧？没想到。搞什么鬼？阳光它拥抱着我，云朵也有话要说，在心动的那一刻，一切都变得生动。为谁想准备什么？上微博参与喜欢你我也是真爱配对，为最爱 CP 连线吧！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节目官博，搜索恋爱唤醒活动入群，领取超多福利哦！每周四20点，喜欢你唤醒我会员专享恋爱秘籍，来随课看喜欢你我也是第3季，更多精彩短视频，电视大屏看喜欢你我也是第3季，就用奇异果 TV 上爱奇艺便知，跟阿九老师学喜剧，让幽默为恋爱加分。秒懂百科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快速了解节目信息。百度搜索喜欢你我也是，看更多精彩内容。上好看视频圈一下恋爱技巧知识点，轻松有收获。放心卖手机就找爱回收，全国1000家门店，回收更方便。来鱼罐头看有趣明星专访，一罐创意，罐罐惊喜。下载半版 APP 看更多精彩内容。派对交友上半版。画满天星空，远离人群的角落，忘掉所有烦恼忧愁。你在做，心在有跳动，呵护我最暖的温柔，在这城市找。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百科、凤凰网、喜马拉雅、新浪新闻、Zakar 爱回收、速率、美美娱乐、吃瓜不吐香蕉皮、于老爷、驴火娱乐、火星小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